真是麻了，这别墅的监控又断开了，而且还是在凌晨4、5点的时候断开的。业主有点不放心，就再喊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路程，我终于到了业主家。此时业主已经在门口等候我多时了。怎么网络又断了？就是啊，不知道今天早上凌晨就4点多钟，它就断了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。你看上面那个蓝灯在闪着。我看到蓝灯闪了。是啊。没欠费对吧？没有欠费，设备离线了啊。它是什么时候离线的？就是凌晨4点4分吧。4点53分。4点53分。对。我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负责监控的路由器又出现问题了。对啊，就今天凌晨吧。行。那16号吧。我上去看一下。于是我上了2楼，打开了热音箱。我发现这路由器的万口灯是亮的啊。我这里关灯给大伙看一下，它的灯确实是亮的，就是数据灯没有在闪烁。我当时以为像上次那样属于接触不良导致的，所以我就尝试把网线往里面推了下。但是我推的时候，我就能确定这水龙头没有松动的情况，所以我只能打开电脑，进入路由器的后台看看什么情况了。我进入了路由器后台，就看到路由器万口的 IP 地址、网关、DNS 都是空白的，这就意味着它上一端可能出现了问题。但是我查一下光猫，奇怪的是光猫并没有亮红灯的情况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于是我就把路由器和光猫都分别重启下，试试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。重启一段时间后，外网依旧是不通的。我还在纳闷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业主又和我说，昨天电信的人有打电话给他过，说可以免费给他升级成1000兆宽带，当时他就答应升级了。正因为这句话，我就我有一点怀疑他们把这光猫给改了。改什么呢？昨天就改了，就是昨天打电话给你是吧？你看这猫，这是光猫，这是真的猫。但问题是他改了以后，那我现在他们这不电脑都用吗？他只改了一个。不，那这个那改这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这2个什么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改试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改了。于是我就把路由器的工作模式改成了自动获取试一试。当时我改成了自动获取，虽说 IP 地址、网关这些都有了，但是网络依旧没有恢复过来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进入光猫后台，看看光猫是什么工作模式了。我进入后台后，我发现光猫的工作模式依旧是调节模式，那没理由啊，为何路由器就平白无故的断网了？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用电脑单独拨号试一下了，看看是不是路由器那边出了什么故障。当时我用电脑接到光猫上，然后把宽带密码给填上后，就开始拨号了，结果就出现了错误代码629。当时我又重试了几下，结果错误代码就变成了691。后面我又点击尝试几回，错误代码不是629就是651，这就把我整不会了。线路正常，设备正常，光信号正常，也都重启过了，就是上不了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打个电话给客服，问一下是什么情况了。您好，9后为您服务。下午好，是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我想查一下我这个宽带出了什么问题。我现在报个宽带账号给你。0898 05772对吗？对。好，请稍等。就是这宽带出了什么问题？因为昨天算是今天凌晨就开始无法拨号，无法联网。现在的话呢是没有看到外线其他影响，而且这边看到你的猫也是显示有在线哦。你现在呢去试着把猫跟路由那个电源关闭重启一下，拔过了，看一下可不可以。都拔过了，就拨不上。然后这边目前看到也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个异常，主要是猫也看到有在线，只是我那个路由那个 WiFi 没有在线。那我给你登记报告故障，我们后面师傅去查看一下的。客服说他查询一切都正常的时候，当时我就几乎宣布翻车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多留了个心眼，
因为我刚才用电脑拨号的时候，629这个代码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。这个代码指的是账号或者密码出现了错误，所以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，让客服核对一下我目前的宽带密码。我这边核对一下那个密码行吗？行，可以的。是上网密码吗？说是 WiFi 密码，我跟你确认一下。上网密码。那可以的，请你报给我一下。732296。上网密码不对哦。为什么上网密码不对？你看看你是不是记错，还是说是那边是不是有更改过的？这个是那个拨号连接的密码，不是 WiFi 密码。那是什么？你昨天修改过吗？改过。哦，你昨天修改过？对，他昨天让我修改嘛。为什么让你修改？他要跟我升级嘛。哦，还是那边的问题。哦，你把这个密码给改了。他让我修改嘛。哦，那就对了。难怪一直都连不了网。没事了，我找到原因了啊。行，好，那请问还别问其他自选吗？没了。这下问题就找到了，但是让我疑惑的是，升级宽带为什么要修改密码？于是我就再次和业主核对一下昨天发生的事。就是说昨天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升级宽带。对，他要升级了，就这个1万客服的人打嘛。然后升级宽带，然后他这边就跟你说要改密码。对。为什么要改密码？他说要给你升级呀。他升级要改密码吗？你这边告诉我密码就行了。96是什么560707。560707。对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就涉及到我盲区了。升级宽带不是可以直接升级吗？为什么还要修改密码？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。我要来了新的宽带密码，填上去后，网络就通了。网络通了之后，业主的手机又可以看到监控了。上次手机看不到监控的原因，就是电线师傅把这路由器的万口线给碰松导致的。不管他有意无意，但是你这次给人家升级宽带，你好歹得告诉人家，修改宽带密码会导致路由器断网啊。你说他这是给办的。正当我准备要走的时候，业主就和我说楼下这个监控还是看不到。这里我正好补一下上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疑问。有人就问我，人家的 WiFi 明明可以无缝漫游，我为什么非要把1楼的0629 WiFi 改成 JK 呢？这样人家上下楼 WiFi 不是要手动切换吗？这不是很麻烦吗？其实我并没有改0629这个 WiFi， 这个 WiFi 依旧存在的。因为 AP 它是可以同时发射多个 WiFi 名称的，我只是增加一个 JK WiFi 的名称出来而已，并不会影响原有的网络切换。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它连接2楼的路由器罢了。要是它连接2楼的 WiFi， 这就会导致手机看监控的时候画面会非常的卡顿。不过这种监控还是挺麻烦的，每次断网都很难自己恢复过来。当时我尝试断电试一下，看看它能不能自己恢复。我断电半天后，它依旧没有上线，我也没有那个耐心了，直接给它按还原出厂键，直到它的灯变成红色我再松开。它的灯变成红色后，然后我就用手机选择下一步，选择切换网络，找到这个 JK 名称的 WiFi， 并且连接上它。连接后选择下一步，然后再选择加入，再等待那么10几秒。正在配置设备网络，请耐心等待。好了，监控又可以连接上了，搞定，收工。这期的网络故障非常的棘手，因为这故障我至今还没整明白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这还是我朋友遇到的，他前后过来维修了很多次，也是一直没有修好，所以就喊我过来看看能不能给他解决掉。什么情况？他和我说，目前除了1楼的主机网络是正常的，2到7楼的网络全部都瘫痪了。当时我来到1楼的主机房，大概看了下设备，电信光猫是接到这个华为路由器上的，然后华为路由器又把网络跳到了这个交换机上。大伙先别纠结这路由器带不带得动，人家已经正常使用了好多年，只是近期才出现状况的。这种情况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。既然楼上网络不正常，那么我就让他们领我去2楼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去到2楼的时候，我看到1楼走廊还挂了这么一个路由器，我就感觉这里的网络有点不简单了。
来到了2楼，我看到这2个路由器叠在一起，我就比较纳闷了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主管方式？于是我就问了下他们，2个路由器放在一起啊？没有，这个是这边的，我拿这个来试一下2个试东西。原来他们一开始是在走廊前后各装一个路由器，由于断网的原因，他们把那边的路由器拆了过来试一下，看看路由器有没有坏。当时我看到这台电脑是接到路由器上了，但是是没有任何网络的，那我只能爬上去看看什么情况了。我靠，这个牌子啊，水星。这个牌子有的玩吗？既然这路由器没有网络，那么我就查一下这万口的网线有没有网络进来。我用电脑接上了这条网线，发现也是不能上网的，然后查了下 IP， 没有任何 IP 地址啊。啊？你们查怎么能上网？能上啊，早上试一下，直接怼上去，它可以上。没有任何 IP 地址。看来这网线它是不通的，所以我只能用寻迹仪找一下它另一头是接到哪个设备上了。我优先去1楼找了一下。95天不雷格是7。果然通了这里的，果然通了1楼的。我把网线接到了寻迹仪上，它8个灯也是正常的，看来也不是网线的问题。那么我就要检查一下这个交换机到底有没有网络了。我用电脑接到了这交换机上，发现也是迟迟的没有任何网络。我就查一下电脑 IP 地址，却发现就连这个交换机也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查路由器上，看看路由器有没有正常。我接上路由器后，电脑就显示它有网络了。这里我还能看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主路由.2.1。我又上去核对了下线路，路由器确实把网络跳到了这个交换机上啊。但是我电脑接到这个交换机上，为什么偏偏没有任何 IP 地址呢？这种情况下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，这路由器上面的线肯定存在环路了。但是想了想也不对呀，环路的话，交换机的灯会爆闪，主路由器也会直接断网来对。但目前的情况又不太像环路，于是我就用我电脑再次接上交换机，然后我给电脑手动设置了一个 IP 地址，尝试看一下能不能拼通路由器。因为我之前遇到过交换机出现错包的情况，如果交换机出现了错包，确实会导致电脑无法获取 IP 地址。地址设置完毕后，我拼了下主路由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拼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听不通。看来还不是交换机错包导致的，所以这里我只能考虑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这条网线存在问题了。路由到交换机有问题吗？这里我只能重新换一条跳线，看看网络是否通了。通了没？啊？通还是不通？没通。没通。那交换机还是有问题。没通是吧？然后交换机的问题喽。对哦。跳线已经换了，网络还是不通，那我只能怀疑是交换机的问题了。但是我看到交换机的灯它是运行正常的，所以我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。这里我就给他拔电重启试试。重启一下。现在通了没？通了。啊？通了。通了是吧？交换机经过断电重启后，网络果然就恢复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回到2楼，开始把他们的路由器全部设置成静态接入，防止路由器获取到错误的 IP 导致断网。但是设置完毕后，我发现路由器还是没有任何网络的。怎么还没有网？上不了。等一下，怎么还上不了网？因为掉了，就是交换机那边就死了，就是早上我现在是搞完这个它就掉了。早上就这种情况是吧？对，早上是这样，搞完就可能有。搞完就掉了是吧？对，你改完了就掉了。我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只能亲自把所有的楼层都逛一遍，看看这些网线除了路由器还有没有接其他设备。当时我把1到7楼都逛了一遍，发现网线确实除了插路由器上，就再也没有接任何设备了。等我回到2楼再试主线的时候，却发现 IP 地址又没了，又一片空白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再回1楼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我用电脑又插到了交换机上，电脑果然又显示没有网了。我又查了下 IP 地址，结果发现 IP 地址也是没有的。
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考虑交换机问题了。交换机有问题，换交换机，换完就可以上网了。新的交换机换上去后，网络果然又恢复了过来。然后我再去2楼看了下，2楼的网络也恢复了过来。接了吧？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正常了。正当我准备修改其他路由器静态接入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电脑又断网了。有意思啊，又断网，静态都能断，难怪你们整这么久，才换交换器，还不是交换器问题哦。我们下去看一下插交换机上，看一下能不能正常上网。当时我再次回到了1楼，接上了交换机，发现电脑又没了网络不说，我再查了下 IP， 结果 IP 又没了，又一片空白。这个时候我在静态接入，然后拼这个路由器，就喊我朋友过来拔交换机的网线。这样，你上去拔，一条一条的拔，除了主线和我电脑线，一条一条的拔。我叫你拔，你就拔一条先拔一条，拔了没？下一条，下一条。停，刚才那条插上去，插了是吧？插了，再插一条上去，再插，网络又正常了。当时已经把全部的线都接了上去，但拼又是一直正常的。后面我电脑自动获取 IP 地址，它的拼也是正常的，但是每次正常10分钟左右，整个 IP 又直接没了，一直反反复复的，这就真的把我搞懵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抓包分析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抓包分析，我优先查看了捕获的文件，但是里面显示整个网络压根就没有任何的流量波动，这也意味着确实不存在任何环路。但是这个网络怎么说崩就崩呢？你说路由器有问题吧，我电脑直接插在路由器上，电脑马上就有网络。你说交换机和掉线有问题嘛，我也都换了新的，但是没过多久整个网络又崩了。当时是各种矛盾，线路被排除了，交换机被排除了，路由器也被排除了，可是网络它偏偏就是不正常的，一直这样陷入了死循环。有哪些师傅遇到这种类似的案例吗？它和环路很像，但是又不是环路。当时我整了很晚还是没有解决，只能设场了，太夸张了。第2天再过来看看。对了，下一期会有这2位大佬协助我排查问题，分别是拥有20本证书的网络工程师老张，以及一位极其低调的网红大牛。好了，下一期再见。